台湾说啊，美国是文臣主战，武官主和，中美的较量怎么就把美国的朝堂弄成了这么个气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面对海峡两岸现在逐渐升温的这个局面呢，还有最近这个汉光37演习，台湾岛内有些人真是越看越不放心。反正呢，美国人说了，台军加上美军一起对上解放军打不赢，而台军自己说呢，是演习中体现台军打解放军能大胜。所以台军你礼貌吗？这是美军被黑得最狠的一次。那么汉光37演习之后啊，美军是哪头的都有点说不清了。所以呢，台湾前国安会那个秘书长苏起好像最近表现的也对美军不看好。他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能够和大陆的联合参谋部私下打电话瞒着特朗普，而且美军呢在亚太面对解放军的时候，装备老，人员疲惫，兵力不足，新装备计划多年无法到位，这个剧本全乱了。甚至还有些美国的军事研究人员建议啊，美国应该考虑放弃东亚，离开东亚，别和中俄较量，弄不好在东亚打一场核战争的话，要波及全球，波及美国本土。和美国说硬话，说爱台湾的那些呢，都是不穿军装的文人，根本不能信。结果这个华盛顿的朝廷里边，你看现在什么风气，就是讨论中国话题变成了文官主战，武将主和的局面。我一想这个画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挺熟悉，所以台湾这个苏起讲话，美国文人的话不要信，美军才是知道轻重的。另外呢，美国国内也出了一个民意调查，这个民调结果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看一看。调查结果认为，中美军事力量对比啊，美国占绝对优势的人少了，但是呢，认为中美之间应该脱钩的人反而多了。很多美国老百姓认为，即使要付出生活成本的巨大代价，也要跟中国在经济上脱钩，免得什么事儿都得听中国的。这就和白宫国会里的氛围很接近。其实呢，这是个危险信号。中美利益纠缠是现阶段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美国人要是清楚伤中国等于美国自伤，或者说是伤中国等于美国自杀，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安全屏障。出现这种武官主和、文臣主战的现象，其实就是两个原因。好的一面呢，就是关心中美两国科技发展、力量对比，特别是军力对比的人都明白，美军其实不是弱旅，但是面对中国越来越没有把握。原因就是我们的科技水平不断的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不断的扩张，硬实力较量上，我们正在逐渐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但是反过来看软实力较量这一面呢，就是美国的很多言行引起了中国国内老百姓的强烈反感，让中国更团结了。这是美国对华一系列舆论战里边出的臭招，连续下了几步臭棋，把自己黑了。另一方面也说明软实力交流方面、舆论战交流方面，我们也没赢。我们没有让更多的美国老百姓觉得中美不能脱钩，所以我们甚至都谈不上跟对手缩小差距。那么对我们来讲，硬实力和软实力较量应该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是让美国民间、让美国老百姓更多的感受到中国对美国没有恶意，美国不能跟中国脱钩，让军方知道打不赢中国，让民间知道要依赖中国，这样的美国对中国才是最安全的。现在呢，让美国军方不敢轻易延战，努力避战这方面我们差不多成功了，继续巩固就行。另一方面就是在舆论战方面，我们跟美国目前打的是双输局面。有人说没办法，我们抢不到舆论话语权呢，其实不对啊。美国一直说是有话语权，为什么有了话语权还逐渐丢掉了这么多人的信任？那么解放前延安时代，我们有多少话语权？照样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拥护。制空权是靠飞机打出来的，制海权是靠舰艇杀出来的，话语权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是靠自己的硬实力和舆论水平打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舆论争夺上也需要有战略，需要有技巧，需要冷静，需要精准。舆论战也是战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战争的艺术。好，关于美国的社会舆论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对抗之中，我们自己还有哪些不足？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次再说。